人到底是命运推着走，还是自己推着自己走？我最近也在谈这个事情，因为我最近有几个访问的对象，我发觉他们生命中自己终结的故事，好像他们生命中有很多贵人。人到底的我们一生里面是被命运所某种规划好，还是我应该努力去追求我的梦？两者应该都对，但我后来我自己把这事情放的重点是，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我在想说，听众听到这个声音，会不会觉得很熟悉？我从小听这个声音听到大，是，而且以前在挑选主播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挑声音啊？就是他的声音有没有辨识度？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说挑选主播，我们那个时代，那是久远的时代，那时候都是考新闻记者考新闻记者。对，那以前是有主播，但基本上这个有些叫播音员。他跟新闻部的工作不太一样，所以新闻部的每个人都是记者来考进去，但是我们前面都要有一关，第一关就是叫你试镜，试镜就是等于试音一样嘛，就是要看你的容貌，看你的眼神，要看你念稿，看你的咬字，看你的体态。我们那时候考试，后来面试的时候还有一关叫你站起来走一下路，给他看一下你的身体一切四肢健全，四肢健全，头脑正常的，走一下路。对，所以那个时候的大概来讲，你该在电视上给人家看到的一切，他要先看到。我有听到你们那时候电视台是很难，电视应该主播是很难考的，新闻是很难，新闻记者应该就很难。新闻记者那时候因为三台那个时代，那个算是我们可以现在来讲，那个就是一个垄断的一个媒体嘛。当年它的规模也不大。你看我们那时候三台，一个台在台北的一个采访组加起来才10几个人，全台湾不过40几个人，40几个人50个左右是一个电视台哦，大概每个3个台这样子，所以全台湾这电视记者加起来不过100多个，现在台湾主播大概就300-400个了吧？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们的规模以及他们的服务。以及我们社会那时候对电视新闻还是抱着一个，我觉得不能说管制吧，但是电视新闻还不是那种满天这个24小时播放的，他每年就3节嘛，所以他也会算他需要这么多人力成本嘛，而且或多或少的把这个行业做的比较稀有化，不是更有意思嘛？所以门槛可以抬高一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那个时代的电视新闻，在整个电视公司里面不是占最重要的位置。电视的播出时间也是有限的，我们社会对于新闻的需求量也没有到今天这个程度，所以采访的人数也没有像现在这，也因此我们可以回过来讲，那个时候能成为新闻的事件是要被仔细的挑选过，甚至要你被这150个人知道你才有可能啊，他们不知道就不是新闻，可到后来会有人这样讲说，那个时候才叫新闻，这个时候什么事都可以上新闻了。我觉得两者的逻辑不一样。现在是因为，我觉得你有更多的新闻人员在采访，而且社会更透明了，更公开了很多事情。而且大家对新闻的定义也改变了嘛。以前那个红酒，我们就已喝红酒了，红酒的好坏能成为新闻吗？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那是个消费，那甚至被定位为广告。那现在来讲是一种知识啊，但那时候的红酒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认为是一种奢侈的消费，是一种这个社会还不一样。比如那时候的晚间新闻，我们的今天新闻的第一条应该都是国家大事，对头版头，有时候重大的社会事件，但是那个时候对于犯罪的事情还是抱持的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所以有一次呢，我们新闻，你知道电视新闻那时候做的，你很多时间采访的晚，或者来的稿子处理比较慢，你就不见得能按照那个排的新闻的顺序啊。对，你现在看每天那个，我们已经习惯24小时新闻了。你觉得你看到第一条就是他排的第一条，根本有时候也不一定。对，打开，对，有时候误打误撞的第一条刚好他做好了，你就签了。我们就碰过一次啊。那时候我还记得是应该农历年前吧，过年前，那个时候应该来讲，过年农年前都是应该也许比较大家各地的战备加强啊，这个生活物资充足，反正重要的国际事情。对，就我们因为前5、6条都来不及，就只能上已经做好的一条。
是今年的腊肉卖得很好。然后观众也愣在这边，播的人也愣在这边。突然来个腊肉，对，我觉得就是，但是今天来讲，你说腊肉第一条这种新闻，可能大家觉得说话也可以嘛，也可以。但你也想想看，在30多年前，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腊肉放在总统前面，要命啊！你从事新闻这么多年，然后41年，哇！对，我帮你算，对，41年，哇，对，这好恐怖哦！我也觉得41年呢，听起来像什么钟楼怪人。在这个41年的这个新闻的这个历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而改变你很多想法的？我觉得我每次碰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都应该准备好答案。可是你看我每次碰到这个，我又愣在那一下。我常常我自己回家也会检讨，为什么我答到那个？你知道，我后来我自己想，我也问了好几次，觉得说你生命中或者你采访过程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有看过我们自己同业或者国外的同业回答的蛮好的，我也看过跟我一样回答在那边不知所措的。你说你为什么会不知所措呢？我个人的解释是什么？新闻工作对我来讲，其实应该像每一天的第二天去挑战，也就是它应该是往前看的。对我们来讲，已经发生的它已经不是新闻了。新闻那时候对我们来讲，至少对我们的学院的定义是正在发生中，或者未来在发生的，或者刚刚崭新发生的，那才叫新闻，定义新的事文嘛。所以大部分来讲，我的工作会要求我自己多往前看，做过的事情就要立刻把它忘掉，或者就是把它洗掉。你说也许现在用电脑时代，你把它 erase 掉，你说这什么意思？难道你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吗？我后来慢慢理解一个方式，怎么解释，就是你要去挑战更多的东西，你不太会再去设想，哇，他对我的影响在哪里？他对我这个事情，我们不会在那边拖延了许久这个过程。好，所以我扯了半天，大概你还是不太了解，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但意思就是，我碰到每次的问题，我都觉得我没有准备好，因为我自我解释就是，他们都往前想，我很难去思考某一个。如果今天跟你讲说什么是影响很深的，大概就是重大的新闻呢，我采访过的一些事情，刚好在历史发生的时候，我刚好深入其中，因为新闻记者本身有一个很好的，你永远几乎都是历史事件的第一排嘛，你都是身临其境嘛。当时你在那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天然灾祸，当然我没有碰过战争，然后重大的事件或怎么样。可是我要想说，如果今天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脑海中停留对我影响很多的，往往不是那个真的是所谓的重大新闻，而是很多的小的事情中，它产生了一些影响，会让我去看到事情。我讲一个故事好了，这个也许很早时间发生，很多事情的意外啊，这个都会让你这个不可思议。我刚到台视的时候啊，这个大概进去还不到3-4个月吧。那时候你每天想就是大新闻，刚有大新闻，反正我要去采访现场。那时候冲锋陷阵啊，就是觉得。然后真有发生一个事情，台北市一个国小，一个国小，你知道那时候有铁卷门，是铁卷门其实对小孩子是危险的，对，也许是为了安全有什么需要，他在走廊当中就有铁卷门，那铁卷门的有电动按钮。小朋友就是经常玩那个东西，那天又玩，大家就铁卷门最下一层是有一个底部，你可以挂在上面，手攀在上面，他就有人按高然后放下来。那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因为一个小女孩，她年龄大概只有3年级了。那3年级小孩子有时候身材非常的瘦小，他拉着这个同学就按他，然后到停再把你放下来嘛，就拉上去了。就同学大概没有按停或者慌乱了。他就一个人就卷进去了，哇！你想想看，多痛苦也多可怕一件事情。你说怎么可能一个人会卷进去？真的卷进去？因为那时候跑社会新闻，我们大家都是听119的这个无线电，无线电知道有这个事情。我们到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到了，
只有一个警察在那边，但是那时候警察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防治措施，比如说立刻拉线啊，阻挡主角啊，这些时候来讲，电视记者好大啊，我们就横冲直撞进入校园，我就看到那个血淋淋一幕，我几乎不敢相信，然后我也不必形容的需要那么 graphic 在这边。总而言之，你能想象的一幕在那边，法医都还什么要来，那救护车已经来了，但是他觉得不必救了，因为已经不可能了。现场地上是用报纸铺的，你要那时候他也找不到什么方式处理，一切家长好像都还没有到，同学都被赶到教室里面去。我当时看了，哇！然后我跟我的摄影同仁，他比我年长好几岁，我拍啊，赶快拍摄这个拍下来。他跟我很严肃而且很冷漠的跟我讲一句不拍。我说什么？我们两个是 team 啊，你怎么能不拍？明明新闻在你眼前，大新闻，你怎么能不拍呢？对，其实不知道，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第一次看到生命这么脆弱。我们俩现场吵起来了，他就是不拍，那我怎么办？我也不会拍啊，我就非常的气恼。到最后跟老师访问，同学说什么他都愿意拍，但就是那个现场镜头他就不拍，所以我完全没有现场的样子，只有一个学校校园的空景。我回到学校之后，跟我当时的长官报告，我当然觉得想告状啊，我觉得这个让我坐失一个这么好的新闻。我回去我长官之后反应更让我奇怪，他听完之后不拍也好，我这下子我愣住了，什么叫不拍也好？然后我就做那条新闻，从头到尾就没有那个，我就非常气恼的。我后来跟那个摄影记者，我有一段时间根本不想理他，我觉得这太不敬业，我那时候叫做不敬业这种啊。我们刚从刚刚加入新闻阵容，慢慢随着我的工作的成长，慢慢随着我自己开始有家人，我才了解当时什么。当时这位摄影同仁他有2个小孩，有一个小孩正是在这个年龄，另外一个小孩也在比他大一点而已，我想他看到的是一个任何家长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而且他那一幕，我一定联想到他自己的一切，然后他觉得有什么权利要让电视机前观众来看这一幕呢？我慢慢懂了这个道理。当时他做的决定，也许是违背了一切这个。有人说电视记者再残忍你也要捕捉，那才叫做历史的真相。但他那一刻的选择，我觉得不仅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责任。他做了一个可能是在那一刹那最好的选择。我到后来对这些所谓的记者的选择，我就慢慢的开始蛮注意这类新闻。我还有2个故事跟着相关，因为我注意到有一个故事就是美国有个很有名的普利兹新闻奖，普利兹新闻奖有一位摄影记者，他得奖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的回忆说就是这个问题，你生命中哪一张照片是你印象最深的？他说当然今天得奖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记忆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张从来没有拍摄进来的照片。大家都认为什么叫从来没拍过照片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他就回忆他当年第一次在美国一个小镇上当摄影，情绪大概跟我刚刚形容我的情绪是一模一样，也是每天等着重大事情。这个小镇上发生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一个祖父带着他的孙子要出去玩，那祖父上车，孙子要后面上车，祖父说我先倒车，孙子就在车后面，孙子太矮了，祖父倒车把孙子压死。然后这记者说听到他赶到现场，那个祖父他还讲祖父不要移送，我要看到他的那个车的样子，我要把这个真实的这么样人伦的悲剧我要把它记下，他已经充满了懊恼痛苦。他到现场问起他人在哪里，人说他说他想在屋子待一下，他就在他的屋子后面的厨房，他透过他的窗户看到那个老先生一个人坐在餐桌前面，大概在思索他这刚刚在他身边发生的这一切。他说他透过窗户刚好看到窗户的百叶窗透过夕阳，太阳在要下来，在他脸上似乎就像监狱的栅栏一样，跟栏杆一样，在他身上似乎在他脸上已经看到他为这个犯罪付出的代价。
那个时代他们使用的摄影机是有那种大灯泡的摄影机，他准备按下，就他从他的这个 viewfinder 里面看到的是一个老人充满了这个懊恼，充满了惭愧吧，充满了不舍。我想他就是一切残酷的这种都在他脸上映照出来。他突然按不下去了，因为他说我一按下去，那个灯光的一切会把这一切那个老人在那时候他所承受的折磨，我要跟他再深深的重一起，我还要再砍他一刀吗？他没有拍那张照片，当然后来被他的老板也骂一顿，但他今天回忆起来，他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他不愿意做的，他没有做了，所以他对他印象，他反正记忆之深，他到至今没有后悔。他也告诉所有的那些摄影的同业，就是虽然新闻伦理、新闻原则、新闻课堂教导我们要捕捉历史的真相，哪怕如何，但毕竟新闻记者应该还是有选择，你还是应该有选择的时候。所以第二个故事就这个，第二个故事发生比较现代，是在美国芝加哥。芝加哥有一个华人，大概是中国过去的移民吧，他不知道跟一个其他的人发生什么债务纠纷，那个欠他钱的人跟他发生纠纷，住在东岸。这老大呢是个厨师还是怎么样，竟然带着凶器跑到东岸，把他的仇人给宰了。然后案发之后呢，东岸的这家电视网的这个电视台就通知芝加哥电视台说，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好像是个华人。芝加哥当地那时候还没有新闻，还不知道的事情。这位记者带他的也是一样，新记者就跑到了这个华人区，他们有地址，他就敲门，太太在家，太太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敲门之后，他太太英文也不好，结果这个摄影记者呢，跟记者一看到太太在，马上把机器亮在那边，然后把这个他们从网络上下来的这个警方的通告跟他讲，太太根本英文也一听这个半知半解的，也不太了解他们说的。他说，反正就他听到 murder， 你现在杀了人。太太当时听到一知半解，当场就瘫坐在地上。那这个记者马上就拍着太太的痛苦样子，然后两个也跑他家里面，把家里面那个客厅照片东拍一堆，然后马上就是夜间新闻就播出了。播出的就是这个太太满脸惊恐的被这个记者夺门而入，然后在她面前等于宣布了罪状，宣布了她老公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看她瘫坐在地上，然后把她家里的一清二楚。这位记者来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家境如何，看到她照片怎么样，几乎就是登门而入，把一切的残酷的过程就是公布在所有店里面。当晚在电视台骂了一整晚这个新闻。那我觉得新闻最棒的，第二天这家电视台的这个总经理立刻把这个记者 fire， 然后发表了一份公开信道歉。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记者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在他做新闻工作的时候，他忘了一件事情 ，humanity， 人性是比新闻更重要的事情。这位记者显然对于人性应该好好再去上点课。那我觉得这三个故事连接起来，我所讲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做很多的新闻工作，的确看到很多是直截了当的事情，我们也对很多新闻对象会采取很多很强求的手段啊，甚至质询的手段。人家说一句话吧，新闻记者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当你家里天下大乱的时候，他就要来你家看一看你乱不乱。当你家里还没收拾好，他就夺门而走，因为你家里已经没有新闻价值了，因为他全看完了。对，有人形容我们的行业是如此。对，但我觉得就是像这三个故事，也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我就觉得至少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新闻的采访跟报道的确是有选择的，选择在于你自己的信念。在于你自己的一个良知，我们不会把道德放得那么高，但是显然人性在新闻的这个重要性上面，我觉得还是一个重要的课程嘛。我觉得不是那个哪个事件是对的，而是那个从新闻中累积，我看到我自己所曾经执着的事情，到后来发觉
如此的错误。哦，哇，喝酒，实在是讲的太好了。有一个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你4岁就很喜欢说故事，我什么？你4岁就很喜欢说故事，我4岁，有些报道，对我还记得我4岁干嘛吗？对，你说的，而且是你说的，应该是你说你小时候就喜欢说故事，我记得我是这样讲。到底为什么会每个人都讲说你到底为什么对这个传播工作或者新闻主播工作，我总回想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跟大人展现我的口才或如何。那时候刚刚有电视，我们算第一代电视儿童。我在家里我就记得我经常拿着扫把，假装那是麦克风的架子，然后在里面要主持。我幼稚园5岁的时候，幼稚园有一个毕业典礼。在校生要欢送那些要去上小学的毕业生。我的多话被老师挑动，就是代表在校毕业小朋友去要致答词来欢送那个比我们稍微大一点的其他小朋友入小学。我也不知道我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欢送他们什么。真的，我又记得我后来照片我妈还帮我跑，反正就是在一个很老的那种老式的麦克风前面，然后我一副就是那个大概就是同学们，我怀疑我会用同学们很早熟的这个展翅高飞，怎么可能？我还鹏程万里吗？其实很多事情你从心理学它都有理论啊，都有事情。OK， 我看过的很多。对于台湾也有做研究，但不像国外做研究做的那么详细。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做主播？主播这个行业有这种研究，因为美国大学有做过研究，他们的调查是有针对男性，有针对女性。他最好是了解就是主播他们究竟对他们的成长有没有任何的关联，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某些家庭，他们是不是来自于家庭中的排行是老几，有没有关系，或者跟他们的父母亲的职业有什么关系？有这种调查，哇塞！你有符合的吗？很有意思。他在讲的最后调查，他调查女性，我看到这个加州大学，OK， 太酷了。他的调查的最后是讲，大部分他们来自于普通的中产家庭，没有太特别的。OK，但是很特别的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后来开始从事语言的表述工作，演员也好，或者是念传播也好，他们都是用口语来表达。他们大部分都在小时候，在家里面，他们可能都是老幺，或者是上面有兄姐或者怎么样。他们大部分小时候都需要一种方式来争取大人对他们的关注。他们找到的方式大概就是他们的伶牙俐齿。他们从小的 speech 往往就是让他们在同才团体或者父母亲的聚会或成人聚会的时候，他们能脱颖而出。其实你想想看，我们到现在很多大人聚会的时候讲，哎呀，你看看我家小朋友家唱首歌，这个或者说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子。一般来讲，我们的宗族聚会的时候都会表彰我们的下一代的优秀。也许那时候是因为父母亲有虚荣感或怎么样，但那个时候就在你鼓励的孩子，他会因为什么而得到奖励？我懂了啦，我懂，所以听懂了。那些孩子都会叙述会当主播，他们大部分叙述有类似的经验，被那个心理学家做调查就找出来了。他们都会从小被喜欢多话，而多话的过程最主要动机是取悦他们的成人世界。懂了。以现在来说，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吧。可以啊，可以懂了啦。但以现在来说，就是需要一阵输出啊。有我女儿也会，对啊，最近都。所以如果你对小孩子的某方面鼓励，会引导他往那个方向走。所以你说你会问那个，比如说现在做主播，你小时候你们参加营养比赛啊？你在班上怎么做过什么？你说好像都有哦。你们是因为这样子当主播，其实应该反过来问，他为什么跑去参加那些比赛？对，但你有说过，你说你其实以前新闻其实不是你的第一志愿嘛？你以前小时候想过你要当建筑师，然后其实后来就导演，那是真的吗？对啊，真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新闻记者是行业，直到我高中的时候看到一个学长，我知道我跟你都成功中学的，对，所以这学长后来是在中视当记者，OK，那时候高2的时候嘛，高1吧要选志愿嘛，那时候我们的志愿来讲就是不是理工就是念文组啊，对不对？因为你说你数学很烂，2选1，我数学从小就烂，
他说他数学很烂，所以才念新闻。我数学从小大概没有及格过，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反正数学一烂，你其他都完了。物理、化学大家都跟着倒霉嘛，都有关系的。对，我连珠算都不及格。然后我就想，为什么大家要算的算盘呢？我就不懂，百思不得其解。所以那时候高一的时候，请了这位学长，他到我们学校来，等于跟我们后辈同学谈谈他的人生规划。他现在在中视当记者，然后他讲说他每天去哪里采访或怎么样。我那时候当时功课很烂，我说这个工作好啊，然后每天可以跑来跑去，然后他说我们上班都不要，我说又不要上班，因为那时候文组被我们老师洗脑些很多，说就是你们去文组的话，根本将会饿死啊。你当作家谁要看你们学术？你们写的文章谁看？我老师批的都是饼，对，你还你的梦。然后历史现在谁看历史啊？对，你们只有去这考古人类你考得到吧？你们老师好丧哦，每天泼凉水给我们在那边跑。所以那时候刚好看到这个有新闻这个行业啊，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就觉得大学联考反正可以填新闻系。我就开始注意哪里有新闻系，所以就这样起来了。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就觉得新闻是一个充满了新鲜挑战，而且不受规范的一个行业。因为我最怕被人家规范，所以你说我的对新闻的起源大概就是如此。你很怕被别人规范，但是我从小的有这种潜在的欲望吧。我们表面上还是循规蹈矩，但我的小时候的欲望就是。对，很喜欢做一些能够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就做点偷鸡摸狗。但是我也不敢做，说句实话。可是你谨小慎微啊，你谨小慎微耶。谨小慎微你怎么看出来的？我看了很多你的资料啊。我是谦虚，你是谦虚吗？没有谨小慎微，我觉得谨慎吧。是从小你就这么谨慎吗？从小，我觉得我父亲是在大学当教授，是。母亲那时候就是台湾很普通的那种，成长在你说那个50年代那时候就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家庭。那大学教授对孩子的要求当然就是念书，别的什么不要来。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物质欲望，你不可能有物质欲望给你。然后你接触的大部分都是那个他的这个同行。都是学术界的人，不然就是他学生，很单纯。我也对，很单纯。我也接触不到其他行业的社会上的人，所以你就感觉那个规律感会让你觉得生命就这个样子哦，就是觉得很想做点变化的事情。尤其你念国中的时候更是一种，你班上同学来自我们那个社区的四面八方，各式各样的人。你会觉得看到那个有人很强悍的，有人是什么帮派的，有人这个那个的，然后我自己呢体弱没有做多病，就是根本就是我也是一种羡慕，他们能够在那团体里面成为一种强者，然后你自己没办法。我懂那个心情就是就是好学生想干点坏事情的是那个。我也不是好学生，我真是好学生我就认了，我又不是好学生，我是那种就是要伪装自己成为好学生，也跟着成绩能够混一混的。然后，但就会有一点那种欲望，想要做一点什么坏事的那种。我做的最坏的坏事就是作弊吧。作弊，但那个其实真的也不是大的坏事。我的作弊，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导师，他要把我们班上搞成荣誉班。荣誉班就是教室挂一个旗叫荣誉班，一切都没有，要自治，尤其考试没有人监考。就我们班上是20几个人集体作弊，就。你就一定有人检举我们嘛？就是廖北啊，这国中就有嘛。对，20几个人全部在课堂上体罚，打得非常重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狠的教训。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还常常趴在这个班级外面的走廊趴着，屁股翘起来，趴着很累啊，趴个20分钟，你就全身都是汗嘛。然后那个训育主任就拿那个塑胶球棒，就从屁股这样打下去。我们那个小时候还是这样的。他们这些技术都怎么想出来的？不知道啊，还有什么技术？就是有各种那种。我小时候最惨一次，我到现在，我现在鼓励大家这个不管怎么样，你电脑时代，但是如果有能力的话，还有时间的话，同学们年轻的朋友们，还是把字练一练。字，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人家会看见你写的字，对，你看我们现在大官到大陆去写的字，能看吗？对不对？对，我小时候字就太烂。你说我父亲的教授，他
痛恨我事的之一就是我字写的太烂你。父亲是教什么的我父亲是教卫生教育，啊？他是学医的，学我们以医的前健康教育的课本，就我父亲编的。对啊，哦是吗？是啊，真的对啊，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健康教育开始，以前叫生理卫生嘛，对对对对那健康教育是从57年国民教育开始，才正式把健康教育纳为国1跟国2的课程。哇塞，所以课本是爸爸编的我比同学们更早看到那个课本。这个压力好大哦。这个因为我父亲在家里边就问我，每次会问我懂不懂，看得懂不懂，看什么。但我最怕碰到的事情就是那时候他在讲生理的，我记得是国1下吧，然后同学们就会看到，因为后面有编撰委员。对，我父亲是主任委员，然后老师跟同学讲，同学就知道，每次上课一课，你是你爸爸，要不要问你爸？所以我爸哭，很有趣。我上课，我爸爸还要受他们奚落。我刚其实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是很谨慎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你很谨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何如此谨慎？你发现你自己很谨慎，还是你天生本性就很谨慎，还是你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你很谨慎？还是其实你根本就不是个谨慎的人，但只是你觉得谨慎一点对你比较好。还是因为台南县市长选举你报错票那个事件开始很谨慎？那个事件，台南县长现就是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对手散播的谣言，对对对，把当成新闻播了，对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警语告诉观众，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判断的错误。 OK，当然后来在那个时空之下受到了很严重的处分，那是一个新闻处理的教训。但是你说谈到个性，对，我觉得应该是仔细来回想起来应该是我觉得我是觉得所有任何人的个性，大家都在你12岁之前都可以找到一些痕迹。所有的人，我这点我觉得每个人这个回想自己的成长，12岁之前、12岁之前，其实大概都是你的个性在那时候已经差不多类似，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啊。你的家庭，你当时的时空，你是不是经常属于那种很多环境让你奔放或者放任的，或者是我那时候环境属于蛮管制的，因为我家里我有3个姐姐，我家里是独子，我最小，所以不管怎么样，很管制，管听起来就很管制。我想是他们期待很高吧，或者觉得我在家中这也许是重男轻女所以我觉得我被管得很严格。对，尤其我父亲他是学医，而且他非常重视卫生，他是台湾卫生教育是一个开路者。所以我小时候你知不知道，我到了我高中毕业、大学，我才第一次吃摊饭。吃摊贩吗？我小时候不准在路边摊不行啊？不行。哇塞，这么严格？对，这么严格？父亲说那个里面会有一些用的餐具不卫生会有一些病菌或者是什么？对对对。然后我跟他讲一个更离谱，我们小时候有吃那个我们叫做沙利文冰淇淋，是吧？把布就是把布就是一个人推着车的那时候，对，那时候就是冰淇淋，他们像下面那个现在叫我们叫那叫控，那叫corn 饼干类似，对对对，饼干。那时候做的已经那个冰淇淋就是他骑了一个3轮车一样到人家门口，把然后那个冰淇淋你也不知道他怎么生产的，对对对。然后很多人喜欢。我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住日本式房子，把布来了。我就隔着一个竹篱笆买，我父亲刚好下班，很倒霉，我就看到，我钱给了，我跟我姐姐在家，我们一起买，我当然没有钱，他给我钱，然后我买了2个还是3个，我父亲刚好回家看了我从他拿出来，我父亲夺门而入，我们还没送进口里，马上被他拿走，全部丢掉。哇塞，这么严格哦！对，所以他就不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所以。我小时候根本就是没有碰过这些的，我还碰过一个笑话。我高中毕业旅行，我记得到台南吧，台南第一次到那种海鲜的快炒店，那时候不叫快炒店，反正就是海鲜店。然后我们刚不是经过，然后我看了有放螃蟹，我就问那个老板，螃蟹怎么是绿的？你看到的都是上桌已经红色、橘红色，没看过绿。我懂了，我懂，我完全明白。所以你看，在我小时候这个家里面，把我的这个从卫生到生活行为管理的是多严格。所以那时候就
我觉得那一切大概也许把你弄成了一个就是你很谨慎的一个个性吧。那你都没有想过要挣脱吗？没有，我经常把这个问题拿来问别人。后来我想我自己，既然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挣脱。那时候你懂得什么叫挣脱吗？那你有在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去追求那个自由吗？没有，在我家那时候来讲，你一切要挣脱的代价就是你要把书念好。你书念好，你就可以得到一些自由。但我很不幸，我的中学书没有念那么好，那当然在家中地位就有限啊。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升学考试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我大学联考的落榜嘛，我还骗我自己我会考上任何一个系。我也跟我爸妈讲，我一定会考上，所以他们在放榜之前就觉得我一定会考上，至少会考上。他们没有期待什么，没有期待我真的会考上这个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那你总要考上吧？我家里有3个姐姐，从来没有一个没考上的。对，碰到我没考上，当天晚上，这个我就开始做我家厨房洗碗。先乖乖去。我还听到我洗完碗进了屋子，客厅在看电视。我还听到我妈跟我爸讲，声音小一点。我说小什么小？小了3年，这样子也没考上。哇塞，哇 ，Oh my god！ 早凶，父亲要求很高。OK，对，那你去美国读书的那一段时间，你有放飞自我吗？国外读书是一种完全的人生的奠基吧。对，特别是当那个时代台湾的很多的国际事情一知半解，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出国的经验。是到了那边的文化的冲击，对不对？你说我还觉得我们的语文教育这种问题，那时候 gas station 到处都是加油站嘛。对，小弟在台湾的英文 gas 叫瓦斯。OK， 我在美国怎么到处都是 gas station， 都是瓦斯。所以那在美国来讲，你就是独立嘛，那就是被逼着独立，要学炒菜啦，学着做什么事情。可是那时候你有一个经济上的压力的责任。对，那钱是家里好不容易给你的，我们不是来自于什么富有的家庭。我也没有资格拿奖学金。对，所以你就真的就每天看那个存折越来越少，每次去领一笔钱都觉得哇，然后学费交出去，压力那时候我觉得大。那时候反而你懂得念书的是怎么回事，懂得念书是怎么重要，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才慢慢，我其实念书，我有一个事情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父亲以前他是留学生，美国留学生，所以我对一切西方的知识，他比我来的早多了。然后我小时候第一次吃西餐是他教的，所以我觉得他对美国的了解或对国外的了解应该远超过我。但我后来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来看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年长，我那时候是新的经验，他毕竟离他的求学生活已经隔了太多年了，然后对美国生活事物的了解慢慢脱节，所以在很多地方的时候需要我来帮助他比如说点菜，或者做一件的事情，或者生活他曾经去过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变了，然后我要跟他讲的社会变，我其实感觉我能够来引导他了，那种很奇妙的感觉。然后你看到了，觉得就是父亲的，在你过去的是威严，那这时候你感觉是一种，我好像可以跟他更亲近，而且我可以帮助他了。然后他也好像需要我，我觉得那个国外生活最大就是跟我父亲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就是我自己的开始在成长，然后他反而在知识面、生活面、精神面、岁月上面居于弱势了。我常讲，这是不是就是所谓亲子成长的一种交替？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当有一天你老去的时候，你的下一代其实看到就是你的老去，但是那个老去，从他的角光看到的是你对他的依赖一种转变了。以前我依赖我的上一代，但后来有一天上一代要依赖我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接受要照顾他们的责任，那不就是一种成长？是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你认知里头的疯狂。有很多，但这不能讲。我们等一下就哔哔哔。我努力讲一个可以公开，但好像那也没什么意义。不能公开的比较厉害，就是当然不能公开，不
你说有没有受过？每个人都会觉得，但是疯狂的比例是什么？就是不知道啊，就想要理解看看啊，就是那我们可以 off the record。哦，没有，世界上没有，他一定没有。我跟你说，你懂，他一定觉得说 off record 就是不 off off record 啊。然后我们会把他骗。那为什么可以这么谨慎呢？对呀、为什么疯狂的事情不能讲呢？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没那个勇气去讲吧，还没到时候，还没到时候啊！我知道了，酒还没喝，他一直在喝茶。没有。哎，我其实刚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端哥觉得他自己还很年轻，我不年轻，对，但是我觉得你没有想要变成一个老人的感觉，应该说你还没有想要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回忆录，对，你还在创造你的人生的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人生不应该就一直不是应该就这样活的吗？对，我觉得这样很棒啊，我刚刚感觉是这个啊，像那个伟忠哥常常在说，你要不要再做一些就是新闻以外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做一些，其实你还有很多价值，你还可以做很多什么。可是我从来没有他在哄我吧？你觉得他在哄你，但是我觉得你从来没有松口。可是我觉得你正在尝试的在做一些什么，譬如说像《爸妈囧很大》这个节目，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突破嘛？这样讲，我其实有一个问题这种困扰着我。其实我做了很多节目或做了什么，但往往这些都是因为时运的安排，那个机会来了。你常讲的机遇嘛。对，就是那个是来了。不是来自于我的，真的是刻意的要去规划、去处理，或者是要去什么。我们常常在看的一个东西是，我们常常在谈价值。我觉得你心里面一定有你相信的价值，譬如说新闻，在新闻里面，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定有一个信念，然后它一定有一份你相信的那个价值。那你心里头你相信的那一份价值跟你的信念是什么呢？价值，我觉得价值这个字眼太多了，一时之间很多都是我会相信价值应该是公平吧，凡事应该都是 fairness。我觉得就是错的跟良善的，应该他们都有一个被肯定的或者被否定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某种的回应。对，也就是凡事应该都是最后你都要有一个负担。就是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它都会有一个后果的，而这后果你都要去学习，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没有，还是我说的还是模模糊糊的，我觉得我这也是我承认我的问题，我承认我问题，你知道，我承认我问题就是我常常含糊其辞，或者用词用的诡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典礼上的领奖，我颁奖，反正就是感言啊。当然最后感言都一定要是家人嘛。我当然后来把我家人不知道放在什么位置，好像还是提了一下。当然也要让他们知道我的谢谢对家人，大家就类似这样的字眼。我太太回答我说：“你到底说了什么？你是在感谢吗？”我说：“那个主持是什么？”对呀，我主持是什么？他想要听到直接一点的。为什么你不 straightforward？ 你直接一点。对，后来我就努力想修改我在说话的时候这个问题。我像我最近也有国外的朋友，他是学新闻的，美国人。那我们我就很喜欢把我中文念的问题，我就用中文翻译成英文跟他讲。对。他就会用英文的思考来问我一个问题。对，你绕圈子干什么？OK， 对，你为什么在不直接问呢？对，比如说我讲，就刚刚你讲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可能问题是，这个想法可能是一种观念，一种概念的扯哪里去？超妙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就是不够直话直说，不够直截了当。也许我就是那么一个不够干脆的人，我觉得这点承认。也许就是你不够干脆，包括甚至在你的说话表达里面，你都不够干脆。我并不是说不诚实，也并不是说不真实，也不是说我要隐瞒什么。可能又回到你谨小慎微那个形容词，你说话中似乎你在考虑什么。而这个考虑人跟我对话的2位，你们都感觉到你似乎你在考虑什么？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犹豫在你的选字措辞当中？因为这就是我的问题啦，就是为什么我的讲话都要那么样的保留？但是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就譬如说我们2个自己做节目，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思考这一类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直截了当一点嘛？更谨慎一点，或者是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就讲这样的话。有时候常会在这个2个极端里。我觉得我们的时代不太一样。对，我们接受到的教育或者时空背景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好像可以稍微多展现自己一些。我觉得那个时代不一样，有一个原因是，像端哥那个时候媒体的那个时代，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比较严谨，然后说错话会代价很高的。对，如果你像台南县选举的那个事件，你就必须30分钟道歉一次的那种。现在没有，现在哪有？明天道歉完，然后道歉完就隔天又，而且我也没有听到有谁道歉啊。譬如说陈波都生气了，有没有？也没有人出来道歉。就是这样子的错误，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它就是过去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跟端哥那个时候在做新闻的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不一样。那现在言论自由的广度可能更广，可能吧，我也不晓得，可能更也许现在人的表达方式也变了啊，也许不太一样，也许。然后其实我们反而是反过来的，我们反而在用字遣词上面，我们反而会更谨慎，就是会更要求自己。就不要我们2个是很谨慎，我们2个人啦。我常常讲一句话，然后他就一直骂我说：“为什么你讲这句话要想那么久？”然后我说：“我想要用对的字眼把它讲出来，希望可以100%传达我想要做的。”今天我们3个人都在那边用字遣词，对，都很谨慎的。那我们的观众要看什么？看你们3个在那边文字游戏。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2个也是算是相对谨慎的人，我就在想说，谨慎它是不是代表某一种程度上的生存策略？就尤其是在这个年代，你就会去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它谨慎在这个年代或许不是太吃香的。我觉得可以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凡事留余地吧。凡事留余地。就是不要把话讲死，或者这保留过程，可能你说我的例子，也许是来自我真的有一点职业上的训练，你的养成，或者是你说你受过什么伤痕在你身上，我没必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我觉得讲话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就会保留。我懂。这我有一阵子有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语言是一种武器啊。你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把一个人捧起来。然后讲话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工具，它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所以你要谨慎的运用它。就像你刚一开始他问你的问题，你讲到这个新闻记者的采访的职业道德，到最后就是一个我先是一个人，才是一个新闻记者，它 humanity 的东西嘛。对我来讲，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今天讲这些话，我要对我自己讲这些话负责，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做一个节目或是 podcast 或者什么东西，我们要追求流量，我们就可以去讲一些话，因为到最后我讲出去的话就代表我自己。那如果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讲什么样的话，我不要去就是 exaggerate 我讲的话，去追逐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对我来讲是这样啦，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没错。维持中立这件事情，以外界的人来看，维持中立就是它好像是不可能的，有点难。但是你一直把持的非常的好，这件事情好厉害。你相信这件事情吗？我不觉得我所谓把持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刻意的要做什么，对，我觉得你刻意也不见得能办得到了但是我觉得中立新闻工作本身，我觉得我要去碰触的真的敏感的事情，我可能还差一大截，我真的还没有到那个够格去很多
新闻同业，他们所真的现身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我差他们太远了。我真的没有真的经历到那种考验的时刻。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你碰到考验时刻，你真的能够真的那个考验在你身上呈现过吗？我没有。我只说我做的还是我的选择，我真的没有把 put to test 那个才真的你有资格讲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强调这？因为我看了太多的同业，他们真的是在那个时空的压力之下，他们能够维持，那我觉得那才真叫做优秀的作为。所以我离他们差太远。那我现在只是说中立来讲，我是觉得把问题投射在该被问的人，去问他该问的问题，尽可能如此而已。但我也没有说你有完全100%的挑战，要如何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题目。我也接受过很多访问之后得到的批评甚至指责，就是说你怎么不问这个啊？你为什么没有问那个啊？你为什么没有提这些事情？的确，我觉得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尊重性的考虑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还是尽可能想要去问，在那个时空的时候，你该被问的问题，你该被做的事情。至于这个是不是叫做中立，我是中立来讲的话，我又不是瑞士人，我不是，你还是有你自己的立场，不可能啊！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第一点，你的价值观，在我所受到的教育跟训练里面，那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没有必要拿出来献宝，你也不是有什么这个权利来展现你的价值观去给别人。但这是我的看法而已。所以你的价值观是应该留在你自己，而不是拿来在你的工作上去展现的。所以拿掉你的价值观之后，你应该把每个人都视为你的一个尊重的一个来宾对象。所以这样子工作就单纯多了。你觉得你新闻工作的采访跟你现在主持谈话性的采访的工作，这两个工作对你来说有区别吗？差别很大。以前新闻工作来讲，我觉得那个探索面、追求面要求的很高。大概就是主动的，我们要求的是初级的，去挖掘的。我很喜欢有一本书讲新闻行业，就是4个字可以囊括我们这个行业在做什么，套出真相。我们就是要任何事情就是我们在套出真相，弄它。然后最后记者做的好不好，就是帮你把真相的故事你怎么来说。有人说的好，有人说的不好，有人说的你根本听不懂，有人说的他一听就懂。所以到最后新闻行业对我来讲，那个最简单就是把真相套出来，然后把这个故事说好，然后把你自己的主观价值拿掉，这是3个原则。可是现在访谈的节目，我觉得做节目对我来讲不一样的就是，节目的观众所期待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呈现，你应该好像要把你自己的风格拿出来一点。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人与人的对话，而不是机器语一点或者 AI 对话。所以你应该或多或少的可以闪现你的观点啦，你的价值观啦，甚至你的性格、脾气都好像接受。那甚至你有一些放松的行为啊，观众好像也期待，做一点开一点玩笑或者什么不伤人的嘲讽都可以。对，关键就是放松，对，放松。那我觉得跟以前新闻不一样了，而且我觉得你看一个访谈节目跟新闻节目最大的差别就是，新闻节目绝对是都在套出真相，是它的攻击面是很强的。对，你做访谈节目不能做，那来宾都被人把了，我来干嘛？对，那你觉得你有放松？那我觉得访谈节目就是放松之下，我们可以交换，我们可以交流，我们来做交流。对，那你有吗？你有吗？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有的来宾，还是时空之下他是新闻人物，他那时候他是满身都是新闻话题，可是我会谨记的，我不是在做新闻节目。对，我会让你有这个空间，因为我也告诉你，我也希望你能讲，但当你不讲的时候，我也尊重。可是新闻节目就不一样，新闻节目一定要弄到我一直给你设计那个空间，我甚至弄个圈让你到进去。对，但这个节目我就会讲说，不想讲不算了。但是当你说大家期待不想讲，其实你已经在告诉观众答案了，他根本不想讲。对，但是你这种反过来，或者说他讲了答案，你说真的，那就
他可能说的不是对对，那我们这种节目就你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新闻节目绝对不能不。行啊，不是啊，那可是那个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种谨小慎微，你也是在控制，你也是在没有，我觉得框架里面的。访谈节目来讲，我觉得大部分的第一原则是尊重。我尊重这个来宾，他也投入了时间，他也愿意到这边来，然后我尽量希望在这个有限时间内，他能够畅所欲言，或者他觉得他说出了一些东西，虽然这个东西不见得是我期待的，但至少我觉得我们花完这时间之后，双方都能满意。我觉得这就可以了。有，我感觉到那个你比较在乎的还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交流，还是因为访谈嘛，我们要每个节目它也必须制造一个气氛，我们的气氛大概就是一个自由交谈的性质，然后来宾说一些他的事情。当然这每次不见得都能够成功的。对，方程式可以套进去，但每次的化学元素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啊。对，不一样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对，我想你们深有同感，你们做的节目这个空间一样，但是每次来的换的人互动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你的实验室都在，但出来的成品而且所以你没办法没办法生产线。对，没办法，就我是们就是没办法一天录个5集是无法的，我们一天只能录没办法像一周只能录一集，没有办法。我现在录节目，我以前做节目一天要录完5集啊。哇塞！现在我们做我大鱼食堂节目，一天要录3集啊。哇塞！我们一天没办法录3集。所以我后来学到一个方式，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也有这个特长了。做媒体，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把你自己一切的条件因素都要拿掉。OK， 你在那天的时候，在你工作开始发动的时候，你要保证100%的你是那个最优良的状态。那个状态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开关。对，那个开关要你一起开启之后，你全心全意的就是在为这个事情而投入。对，从来宾访谈到什么一切准备，你是完全的投入。当灯一关，来宾离开，节目录影结束，你的机器也关掉，你可能那时候就是你恢复到另外一种情态了。那我现在用的方式啊，就是当那天我不知道也许我来的时候可能准备的不够充分，不管怎么样，但我们一开始录的时候，我要保证我要给你感觉到我的自信，然后我一开始，因为也让你感觉到我全心全意的希望把这节目做好，我也期待你的全心全意的表现。这半进入到那个模式，这样的模式进入之后，你一天录3集4集，其实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你只要让你的机器一直开着，但千万不能中间吃个便当。可是你有说过，我们会让它排的比较紧。但你有说譬如说你一天录个3集或5集好了，但最好的那一集都是在第2集，就是那一天第1集。我只能说第1集大度最差，还没有开机，还没开机，暖身。不过其实你们俩一同感，任何一场谈话，哪怕大家的聊天前15分钟10分钟都变得最好，对，前面都不好，怎么样？那第1集就是类似的情况嘛。所以有时候我也第1集来宾报去，这老天爷猜说这什么主持？但是到了但后面的问题，比如说你录到4到5集，我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你第4集、第5集，你的录的形式、表达手法太类似了，就开始你在用同样的手法去处理你的来宾，对，所以你的来宾，大家你都的问题的走向都一样，对啊，最可怕的就是你把这个资料还搞混了，对，你不是哪里毕业的？不是。对，那个不是客制化的问题，已经是工厂化的 SOP 在做的事情。你说不管什么样节目，综艺型或者什么节目，他们录影也是负荷量很大的。我猜他们也是用类似的模式，就是要把机器开的那个形式。所以他们到时候可以不同的来宾、不同的集数，而你看他表现对，还是很像。所以我做节目的方法就是，我还自己发现一个方式。当我跟来宾保持的距离啊，是随我的主导而变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对他的掌控力非常强。哇塞，这个太厉害，这个要练一下。我为什么我大部分都站那个状态？我跟他可以从接近到远。对，当我在调整的时候，他就会影响到他的讲话。OK， 真的吗？可以这样子的哦。我们的设计是这样子啊，我们设计来讲，为什么我们设计模型那个吧台样子，就是其实是让我可以游走，我可以跟他极为靠近，也可以拉开，拉开的时候给他一点喘息，让他不要。但我接近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压力，他的压力会让他，他感觉他要说多一点，因为我一直在那边期待在那边。但是另外一个好处是，他会觉得我非常专注，我愿意听他讲，而且会让他感觉他的话正在吸引我。你知道，就是要去给他一种，你要给他一种心理的共鸣啊，了解了解。我看到一些访谈说，他就讲，就是叫做，就是人家你要让他觉得他在你身上找到听众，然后他就把他的戒心就降低了，对吧？对，然后你就快速让他进入一个情境，就是你这个没办法那么接近，但你的酒其实就是一个跟我用的方式是一样，是一样，因为你再近，但你的距离没有调整啊。我以前试过比你更近的，我觉得是我们跟一个做设计节目的时候，我们中间只隔了一个这么宽的一个桌子，就这么宽，我手都可以几乎碰到他。那来宾坐下来就说：“我们要坐这么近吗？”有一些人会害怕，对他也会难过，对，会难过。但是访问完了之后，他会觉得压力很大，对，可以理解，很不喜欢。但是他没有办法闪躲，因为他觉得这么近，他觉得他的闪躲都被你看出来。其实我也没看出来，对。但他的心里就会有一个事迹败露的那种事迹败露，就这样子，就是一种好难哦，就是一种心理嘛，彼此的心理的交流也好，较量也好。较量，对。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今天来这边录到现在，你有觉得事迹败露的感觉吗？事迹败露，我没有什么事迹要那表示我们还没有问到重点的问题。没有，就我在跟丹哥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说：“那我就带着我贫瘠的人生来跟你们去聊一聊。”心想说：“哇塞，你都说你贫瘠，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对，我今天来之前，他问我说：“你要问端哥什么问题？”我就说，我其实最想问他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做新闻记者做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我想要问你的是，在你在采访这个过程当中，你常常会内心翻白眼，翻到一个不要的状态吗？我从小被教导要够礼貌，所以是心理啊，心理。但是我会内伤吗？没有，我大概从来没有去用翻白眼来表示。但这个问题还可以两部分。你说我敬业嘛？没有什么敬业，我真的有访问来宾睡着的。然后就听不下去了啊！不是，我前天晚上大概没有睡好，没睡好。然后，但实在很丢人。我跟他这么近的访问，我竟然眼睛闭上，他竟然又你怎么睡着了？我去访问睡着了。我想他大家觉得他讲的这么无聊啊？那你说，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去访问一个来宾的话，访问任何新闻对象，你做记者一样，你大概要的就是答案嘛。但是他在说真说假，或者他是掩盖或者什么，你觉得可以若干的线索可以知道。OK。但是我们大概从来不会用这么直接的说你说谎。但是我们可以说这是真的吗？你全都说出来了吗？你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吗？我至少要挑战吧。我觉得我所相信你至少要挑战，而且至少要让你的观众看到你挑战的努力。用尊重的方式挑战，也不叫尊重，我觉得这是在对方我们不要对立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彼此的行业，我所讲的尊重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行业，为什么今天我要在你面前拿着麦克风对你这些事情，因为我有我的行业的一些要求，你也应该尊重我，但如果你选择的是只在一边虚假东西里面，或者只要利用我，那我当然有权利来表现，我的表现方式就是我不是用白眼，但我会尽可能挑战你。那在访谈节目里头呢？你谈的是新闻嘛？我们也谈访谈吗？我们现在谈的是，刚才问的是新闻嘛？那我问的是在这个大云食堂这个，大云食堂可以定义，它不是它应该算轻谈了，我觉得有点轻谈 ，OK， 有点生活性的轻谈节目 ，OK。那我觉得我们碰到某些题目，我还是会免不了新闻上升，我尽量克制自己，那个新闻感以及新闻的那种锲而不舍，我觉得那种本能啊，还会不自觉的冒出来，非常不应该，就是。但一定的，这没办法，这没办法。我觉得像我没办法，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追一下，对，追。但是我懂得什么时候去放手啊？什么时候放手？当对方已经我知道我在套不出什么来了，或者说对方你感觉到他觉得跟他的期待是有差别的时候，或者我觉得他已经有情绪性的看着，那我觉得我就应该停止。毕竟我们做的
是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我们做的是一种在食堂当中的一个清谈的节目。懂。那不应该把它塑造成一个你追我问我追你答，那种搞得那么样紧绷，那除非大家打起来了。哦，可是这件事情还蛮妙的，因为你有说过说，就新闻在采访的过程跟这个访谈节目对你来说是不一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都还是有感受到你在访谈一些像政治人物啊或者什么，你还是会有一些新闻人的魂上身的那种冒出来，拿不掉啊！那除了变成骨灰了，对不对？对，这个很难拿不掉了，拿不掉。但是我觉得我会尽量的克制它的。就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难拿捏，怎么去拿捏那个分寸？我们其实有一样的困扰，就我们常常也会不要把它当困扰，这不是困扰，这是加分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我们常看录影回放，然后我就会骂他说，你怎么问这么糟糕的问题？然后就过了5分钟之后，我就问了一个更糟糕的问题，然后我就说然后我们就彼此在嘲笑说你怎么这么糟糕，然后你还笑我这样。你怎么定义叫糟糕的问题？就是某个程度上，我觉得有一点冒犯，有一点点啦。但是有时候就觉得，如果我不问这么冒犯的问题的话，好像问不出什么。可是我觉得所谓冒犯，你应该自己有一把尺可以判断。我有一把尺，对，因为我还是相对有礼貌的人。对，我妈也是大学教授，所以她也是小时候也是。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同样一个标准在那边。对。但是你判断的时候，应该，我想不至于太过吧？你所谓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其实蛮过的，尤其是我在剪接后制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当事人当时的反应呢？但来宾好像都还好那就好啦。但我们自己会觉得过不去这个问题，你也问得出来，这样子很糟糕啊。比如到现在没有，现在还好。今天还好，我们今天都没有问很没有分寸。期限无战事是？我们今天超有分寸。哎呀，我们今天遇到前辈，老人家还是受到了。没有，我们今天遇到我在做的是敬老座，大前辈不能乱问问题，敬老座。我们今天是超级无敌有分寸，但我们有时候是会，因为我们其实对人是非常好奇的。所以当他在回我们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们会继续追问下去。那他为什么会有不对劲的这个回答出来呢？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时间是我们觉得他的回答跟他实际我们看到的人不一样。简单来说，应该是说他回答出来的东西跟他前面在回答他所相信的那个价值是矛盾的，那看到都是矛盾。其实他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得到啊，那我们就会追问下去。我们问的都是矛盾，脚本没弄好，对他自己的脚本没弄好，是对，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希望可以。其实在你们这个访谈，我慢慢感受到这个来宾来讲，他有一个考验啊，比如我坐在这边，因为时间的长，你就要有一个一贯性。然后最后那个一贯性，万一出了差错，就被你们抓到了。哇塞，哇塞，他直接剖析。所以我刚刚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李四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我写长篇论言还是都可以？我们可以留2个小时篇幅给你，都可以。对，好像写墓志铭了，有点。墓志铭。对，到目前为止，你认识的李四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我要做一个自我介绍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成长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然后他自己是受过完整的新闻的教育，也参加过了这个一个很有系统的新闻机构的训练跟养成，然后他身处的这个时代刚好是一个大社会正在进行很多改变的时候，是，所以他自己目睹了很多，也参与了很多，然后也记录了很多，但是他显然是一个不安分于自己位置的一个人，所以他做了很多跳跃式的选择有好有坏，但他自己也竟然一路就做了下来。当然这可以解释他可能是自己真的是忠于自己所热爱的职业，
但也可以解释为他是实在找不到第二条路可走，他只有困在那个小洞里面钻来钻去，对吧？还有浑然以这个小洞作为自己的天堂，所以如今到最后，他只能自己这样解嘲，就是他热爱一切新鲜的事情，因为他从小到现在所能维持他自己青春的一个借助，应该就是好奇心。这份好奇心让他对新事物永远展开一个开放的胸襟，永远在小时候的教育里面告诉他，尊重人可能比得罪人来的划得来。所以在他的选择过程当中，也许他没有得罪太多人，但事实上，你会觉得他是不是跟人保持了若干的距离，只是为了他自我的防身啊，或者他为自己的做一个保护而已。总而言之，新闻的确是他的最爱。但是最爱并不是他爱这个新闻带给他什么样的利益或者什么，而是在一个新闻中他看到了历史的变化，一些必然的因果，还有能够身处在很多变化当中。他作为那个第一个告诉大家故事的说故事的人，就这样子。够完整吗？哇塞！人生的后面，不管你剩多少的时间，总是会想要把你自己的时间投注在一个你真的想要去的地方。你问我吗？对，我现在是讲的是我第一个我听我朋友讲，就是如果你真想改变你自己做一点什么，你一定要接受纪律。你记得我说我为什么要做新闻工作？因为我最怕纪律。OK， 所谓纪律就是你要去把你生活中的事情要有习惯，而且要有结果，而不只是空想或者变白日梦。我是很会做白日梦的人。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我做白日梦。我是那种从小就会一年的第一天或开学第一天会写日记的人，而且一定要新的本子。今天是新的本子，生命中迎来新的一天。最近天开学，然后写到大概4-5天之后就写不下去。我就知道。最主要的理由，你有4-5天不错了，我以为只有第一天。看那个漂亮的本子上面，我那个丑陋的字迹我就写不下去。所以我跟我有一个习惯什么？我非常喜欢文具，我是一个文具控。文具控，对啊，我不知道你也是。我也是。我在家里的空白的笔记本，各式各样精美的一堆。有60多本，我就不敢在上面再写我的丑字，但我还是会有碰到重要时刻，比如1年开始，我就会写一本，也是写了2个月、1个月我就写不下去。对，但我现在就努力改变我现在开始有每天都记录，然后我自己每天会去做这个记录的事情，也就是说，把你的想法去落实。你看你有没有落实？这也许就是我自己想做一点什么事情的第一步吧。那我把我每天的思维写成文字，然后自己回看一下，你到底是不是想做这个？你有没有去努力去想做那件事情？所以我是在改变，好不好？对。然后你说到底是在想做什么呢？我真的说不出来。我跟你讲一个我没有跟人家讲过的故事，好吧？把我笑死了。我觉得我太太还希望大家笑我。我这个那时候。离开了台视，去一个新的地方。OK， 那是我做一个比较大的决定。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做一个新的改变。刚好我去美国，我朋友有去美国看一个朋友，然后我觉得我要自己静处一下，因为我自己在美国念硕士，最后写论文的时候，我被我打来的主意，我自己花了钱啊，我那时候已经很穷了，跑到一个 motel 租了房间。3天叫同学送吃都给我，我足不出户，在里面写完我的论文。还好论文没有太长，3天把它结束掉。是用电脑写还是用笔写？那时候打字机，打字机，打字机 ，typewriter 那时候哪有电脑那时候呢？打字机。对，所以我也相信静处，独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而且可以把我生产力激发出来。我就想这个重施故技，我就叫朋友在洛杉矶帮我找了一个很棒的旅馆，蛮贵的。我也想我花那钱干什么？我就去那旅馆，我说我要独处。他说你这边不是你自己住亲戚家也有房间吗？我说那不一样，因为那是他们的房间，我要找一个独处的房间。找了一个房间，面对的是山，在洛杉矶的郊外的一个城，打开就是很漂亮的山。我在那边每天早上醒来。打开，然后想我未来要做什么，我的人生下一步什么。我在旅馆住了3天2夜，
什么也没想出来。什么也没我也觉得我好像蠢蛋一样，每天看着，然后就付那房租。我想我来这边干什么？所以我每次我的人生想做抉择的时候，我太太就会说：“你又要看那个山是吧？”所以那就是我的人生，去傻傻的看一个山，然后觉得自己要许下。所以我就有时候去看那个日出的人，我也很同情他们，或者很尊敬他们。我相信他们的那一刻都许下了重大的志愿，或者在生命中带来了重大的一个福气或者一个启发。但是我以我个人经验，我知道我花了3天瞪着那个山，我什么也没看出来一个名堂。对，后来我就慢慢想，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老在想，但我的动作执行力真的太差，我是一个执行力很差的人。当然我团队，我们新闻在做团队，我团队可以，但我靠我一个人那真的不行，我是靠了很多人的一起的前仆后继，我们一起完成的事情。但我个人来讲，我承认我自己的执行力是有缺陷的。所以谈到人生的规划，我也同样面临问题，所以我现在努力想改，把你自己的规划真的去付诸实现一次。那到底在做什么呢？我现在做的实现第一步就是把我自己这种漫不经心，而且可能近乎空想，或者是老在期待一些别的事情会降落在你人生的那种期待的空虚感，要拉回来。就主动，对，从被动转到主动。对，但光这个可能也要再花个10年，那怎么办？我突然后来就是被动的推进病床了。对，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他的人生很有可能就是被动的这个东西推着跑到最后，然后回头来看。我最近也听到有人一直在谈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最近，生命中有一种哲学叫做柳暗花明。当你不顺的时候，可能意味着下一个顺境就要来临了。就是你的这个转弯代表下一个转弯，可能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景了。是，到底通不通啊？我也许我就是那种人，坐在船上，老在每天期待柳暗花明，结果那个船到桥头，砰一下掉下去了，已经要。你觉得通吗？我觉得其实是通的。是吗？我觉得有些人的人生就应该要被别人推着走，有些人的人生就应该要自己推着自己走。但我自己的感觉啦，是每一个人，他因为他的人生境遇不同，他会有不同的对自己的期待。我觉得那个期待才是最重要。期待会变成压力啊，但是也可以变动力了，也可以变动力，但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就像我有一阵子就很怕我自己很懒，但我也仅止于怕我自己很懒，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会一事无成。但是你是自己一个对自我有驱动力的人啊。我是对自我，你不会到今天你能把你自己的人生经营的这样。我是对自我有驱动力，对，然后我会每天告诉我今天没做什么事，我会觉得很难过。对啊，你有责任感啊。但是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想要去哪里，我只是告诉我说我不能懒。你知道自己不能松懈，对，不能松懈，但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可能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因为你已经是国家社会前进的动力了，所以只好做一些就是不能松懈的事情。我前一阵子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人到底是命运推着走，还是自己推着自己走？我最近也在谈这个事情，因为我最近有几个访问的对象，我发觉他们生命中自己终结的故事，好像他们生命中有很多贵人。可是又回想起来，这些贵人之所以能够在他们旁边，是他们自己的人生经营的努力。他们有某种性格，会有某种的毅力，会有某种的主动，让这些人群会接近他们，渐渐变成他们的贵人。否则他可以永远只是一个陌生人而已。所以我也因为同样问题，那究竟人生是要相信命运的安排，还是要相信主动？去创造，我觉得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主动。你不够主动，你就错失了非常多的机会。我感觉，我看到这些人最后成都是他们在生命中，我甚至觉得是一种规划。可是他能规划那么早吗？他的规划的每一步，他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他自己为什么做那一步？他看到那一步的后面的价值，
他去做了，等于他在规划这一整排的棋。你说人都有那么多远见吗？我也不知道，有些人可能真的有。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看到最后并不是他们生命中的偶然，而是他几乎是他们生命中规划的必然。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他们的性格。我觉得性格是我看到一个人最后的成与败啊，在他生命中里面，我真的很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对不对？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我看到太多最后他们之所以能够出人头地，或者说他们最后能够得到。不见得出人头地，就是他们得到一些很有善报的事情。他们做人，或者是他自己喜欢的一个结局。他们那个人格特质，我就刚刚讲，他们都在他们的年轻时候养成的，他们的家庭环境，好，很多的家庭环境是很苦的。对，完了，那不苦的人的养分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很多人的最后，当然你说那些不成功的人永远没写书，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最后怎么样？但显然。真的成功的人，好像他们都是有很多的失败经验，在他们很早的时候，很年幼的时候就在他们生命中经历过了，或者是他过得很顺遂，然后他自己去找一些失败的机会。可是这个可是我今天谈的是他们都很年幼的时候，你后天的努力那是又是另外一个境界了，对。可是那个性格跟后天努力是两件事，我就看到这真的他们的性格。到最后还是他们成功的太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哦。当然你说贵人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的机运，但那这是后来的发展。你没有先天的你的一个性格上面的动力，或者性格上的一个养分，因为他后来也不太可能的。但那性格谁给他们的？基因不见得，不是，我觉得环境，不然他们怎么会自己最后变成这个样子？我完全我有一阵子，因为我们比如说采访很多人，然后我们自己也在看很多身边的朋友成长的路径啊，然后我有一阵子就在想说，到底怎么样可以最后成为他真正想要去的地方的那个样子？然后我真的也觉得能规划的吗？能这个事能规划吗？就是没办法啊。然后我到最后就觉得说，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啊。就是到最后还是回归到很原始的那个性格，很多是在你小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人主张，我们每个人都该把自己写一个自传。对，每一个人都写一个自传，对，然后供大家参考。对，也可以写一写，就供你自己来看看也可以。对自己，我们大段时间没有时间好好去整理自己。可是整理自己之后，你就发觉，哇，好像有点道理。他好像在我的成长里面的确发挥了一点，留下了什么东西。你经常性整理自己吗？没有，我经常整理别人。我觉得做媒体的人都会有这个状态、啊。我看一堆，然后你刚刚讲，我看完很多要努力去把它忘掉，因为后面还有别的。可是慢慢就累积下来，就发觉，哎呀，他都是在他们的十几岁的之前，很年幼之前，就是中学之前，个性就养成了，他们就出来了他们那个后来的事情。我刚听完你讲你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你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有原则的人，然后你试着在你很有教养的原生家庭里面长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最后你可能还是很有原则的一个人。你在这个有原则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同时，你有感到很沮丧或者是很挫折的时刻吗？就你已经觉得你已经对这个世界这么温柔了，你已经守了这么多规矩了，你做了你能做的一切的事情，然后你最后还是得到这个不如你预期的这个东西，然后你感到很挫折的时候吗？有吗？挫折感的没有你的刚刚表现那么没有那么样的惊天动地，好吧？对，帮你演一下。我没有到的程度，就是哇，你吓得我连题目都忘了。没有，我还好是一个蛮健忘的人。我讲的健忘不是客套，也不是虚假，我真的蛮健忘的。我的健忘是基于我觉得我很善于忘记事情。我的忘记事情包括那些对我不利或不友好的事情，我大家都能忘掉。
你知道很可怕哎，我确实觉得自己，但是你说你夸赞你自己的美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是会选择把它忘掉。我甚至可以对我很不友好的人，或曾经对我做出一些，我没有事隔没有多久，我碰到他本人，我还能够跟他说话对话，正常对话，不是吵架哦。我事后都觉得我在干什么？你知道，你也宽大的离谱了吧？哦，或者觉得忘记吧。我当时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我要有风度，那个风度好像超过了一切。就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我可能被教育成这个样子，就是风度是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最后的尊严，也甚至超过一个事情你要得到的一个回报或补偿，忘掉一些事情，然后记得快乐的事情。就我刚刚讲的，我也搞不好是柳暗花明的信徒之一。我觉得后面还有好的事情在等着我，我何必拘泥于这件事情，去跟你为恶，或者去老在陷在那个坑洞里面。那我也觉得，我庆幸我有这种样子的这种悲观的，或者是这个可悲的这种怜悯个性。但是，他就至少让我不会陷于在一个情绪当中。我大概跟人家吵架，我也有很多事情大家我跟我同事他们可能讲很多事情，我当中对他们很气恼的时候，但我忘得也非常快，我非常快的原谅了，然后他们也知道，就是我不会气一个事情气很久。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个内容对我来说啦，我觉得那个是对自我的期许，非就是你自己比那个事情高一点，对吧？对，就你对自己的期许高一些的时候，对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比较快的放。可是你还是必须要承认，可能你是在这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是，但是我觉得人都会有情绪，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以超越你的情绪。可是我现在真的，我觉得我情绪的控制比我20年、30年前好很多真的吗？我以前的情绪简直是，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骂一个人，把你骂到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过瘾的地步。过瘾的地步。对，就是年轻的得理不饶人，对，年轻的时候那个很过分，很过分。而且那时候做事情，很情绪化。到后来我看一本书，我后来就奉行一个原则：只要事情你觉得取决不定、犹豫不决，甚至很重大的事情，至少隔一夜，慢一点情绪就我会发现真的是有用。而且最棒的是，那个事情本身会有变化。到第二天，你真的为难的情境你消失了，或者那个你为难的状况自己突然改变了。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期待好的，然后忍受眼前的，然后绝不做情绪化的决定。当然，现在也没什么人生需要决定的事情了。比如说来这个我们的节目，这是很重大的决定，但是我立刻就可以坐下的。但我很好奇一件事，是吧？我每次在看你跟伟忠哥聊天的时候，我跟他就3次啊，你都看了，我都看了， 3次我看了。可是因为我一直在看你的节目， OK， 谢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跟伟忠哥聊天的时候，我特别记忆深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伟忠哥常常会挑起你有很多内心的欲望，对，而且会有很多那种冲动。他在撩拨我的，他在撩拨他他在撩你，跟当妹一样撩你。不管是你去他的节目，还是他来你的节目，都是他很厉害啊。他弄。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你都会被他撩到呢？为什么？他一定有一个原因吧？也许原因是我们相识蛮久的啊，一部分是这个，对，而且他看过我在很早自己在生命中很多的工作情境还不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对，然后我很早以前就有他访问了，他是个心理学家吧，你常说啊，而且他还问伟忠哥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当一个心理咨商师？”对，然后伟忠哥说：“我的知识不足，但我们人生历练是很高的。”伟忠哥历练是绝对是够的。他心理咨商师那时候看他的病人都哭着出来。哇！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生肖？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生肖？
有时候我有觉得有几个 moment 是你其实被他那个江湖的样子是被撩拨到的，你有被我因为对他的难以阻挡，难以阻挡，对。可你也向往吧？没有啊？致命的吸引。没有，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理由。他也看穿了我的这个他太拘谨吧，看穿你，他看穿我的很多拘谨啊，这个在那边讲话这个不着边际啊，然后这个摸不着的，我想他看穿了，所以他看穿之后，他就可以放心的在里面摆弄，对不对？我就像那时候在他眼中就像一个桌上的摆设一样，翻过来覆过去，反正你也掉不下去了，对。对啊，可是他百般的撩拨。那我也许我也觉得很愉快啊，你知道？对啊，可是你知道百般的撩拨，你不知道啪不啷当4集吧？我们3集在你的节目3集，但是你去他的节目有1集啊。啊，对，对啊，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是4集啊。4集，每一集我们未来还会有啊。呀，伟忠哥每一次都在问说你要不要做些什么，什么，他从来就没有说出一个我想要做什么。对啊。我跟他讲过，我太懒了。我刚刚讲过，我一然次后伟忠哥跟撩妹一样，一直不停地在撩他，撩的在弄他。伟忠哥肯定是看到了什么，看到一个枯萎的盆景，他不是看到一个枯萎的盆景，他是看到一个未来。他是一个善于挖掘未来的人。我还有未来有，为什么没有？对他也太辛苦了吧？好吧，我保证对他将来报以全用，可以吗？没有，我只是好奇，我就是好奇，他就是撩你那么多集了，然后你都没有 commitment，你就很像那个一个妹在一直在吊他胃口，就是我没有想要，我就是不想要答应。我可能还没想出来啊。就跟我当年在那个旅馆看那个山一样，我现在还在看那个山呢。可是你害怕负责任吗？害怕负责任，我逃避责任，可是也不对。那逃避责任跟害怕负责任的差别，而且我不是逃避责任，我要找一个正确的字眼。我有一点畏惧责任，但是我很多工作实际上是有责任，对，但我会畏惧，但我最后还是会接受它。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知道什么叫责任的。什么叫责任？你形容很多啊，对不对？孩子也是你责任啊。但是有一个事情真的让我感觉到什么叫责任，在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我那个台视，我们有记者去大陆采访，我们既然记者勇敢到，或者我们自己缺乏考虑到，把我们记者派到平潭去。平潭是当时共军演习的发动的基地，是严格的管制区。我们用了不同的身份到里面进去，被发现了，就当场被扣留2个人。因为这事是真的可小可大的，因为两岸那时候他们正在进行飞弹演习的时候，我接到消息，我们就要找很多方法突发，我不知道他们命运会怎么样。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严重到这个，可能最后我们救不了他们。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那么悲观的结果，但知道他们可能也许被扣押很长的时间。将来怎么，他真的那个审判我搞不清楚，而且这个事情会牵扯到两岸的复杂的那个，这个命令决定他们，其实我要负的责任是我的决定。对，虽然他们也同意了，但最后责任是你啊！我一个晚上，整整一个晚上，到第二天天亮，我没有睡觉。我最担心的，我怎么对他们的家庭。而那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叫责任。责任就是当你做下一个决定之后，那个后果你要100%的做下去。也许我还是一个胆量不够的人，我看到比我勇敢人太多了，对。6·4发生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记者那天才真是叫做勇敢了。我还是在台北而已。所以我刚才讲，我畏惧责任，就是我害怕那个责任到最后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一旦担起责任，你不知道最后的责任会要到多少你的事情。所以到最后，也许你可能表面说没有关系，在心中你有一种冲动，或者有一种潜能，就是潜意识想要躲开它，那就已经够危险了。那证明你对责任的不是100%的忠诚啊。所以我觉得我有畏惧，所以你说害怕责任也可以用这个字，
就是怎么办呢？我不是把那个生命担子挑得那么重的一个人，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惭愧，就是好像你的责任感不够。但我觉得责任感，我常常跟他讲，责任感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责任感，那社会是安定多了。对，你觉得媒体是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吗？媒体应该有很多事情他们都有责任吧？每个行业都有责任啊。但媒体的最基本的一个天职，应该就是传递正确吧。这应该是为这个而生存的吧？否则的话，你大概用谣言机器什么都可以了。我现在说叫假新闻什么，以前就是谣言嘛，现在出来一个新的字眼 fake news， 对。但是媒体最主要应该就是最早开始的一切都是因为当时传播工具的发达，你要传播什么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叙述。而且随着你可以传播的力量越大，你要越确定这个东西是相对合理真实，因为你的影响越大了。对，你的影响力也在成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啊。对。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是一个单纯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圆滑的人？还是有韵味的人？是个有韵味、有成熟的人。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别人定义，但我自己内心的定义是，内心对。我觉得我蛮多童心未泯。赤子之心，差不多吧。就是我还是我刚刚讲，我好奇心还是很重，我还是会想做一些那种就是好玩的事情啊，什么东西。对，你是一个幼稚的人，就我觉得我会蛮幼稚，而且近乎天真。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很多事情我的看法蛮天真的。例如我们讲很多公事的处理吧，我还是觉得有些人我还是相信人性本善，但这个在很多的地方就是你太天真了。对，就光这件事就够了。那可是我还相信啊，然后我还是觉得，当别人跟我说的话是真的他的意思，会发觉不是那个意思。而且说变就变了。我觉得我对人性的险恶，我受过很多教训，但我似乎老学不会。那我能解释什么呢？当然笨啊，这还是要解释啊。你笨，你可以说你天真，但我觉得我是有一点，就是还是相信善有善报。那善有善报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信念嘛。这信念可能也近乎天真，也近乎理想。是。那我觉得所谓赤子之心，就是你还是相信人世之间有这些所谓的天理公义。也相信这些正确的事情，你还是相信那个，在你心中永远有一块小小的原地，那是圣洁的，是光明的，是不受污染的。天天有这个地方吗？没有吧？但是你还是相信有嘛？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我所引导到赤子之心这一块，你刚刚讲那个别人对你处事很圆润或圆滑，或者什么老成持重，或者你很有世故感，但你不高兴，人家说你想做纯真，但是那个并不是赤子之心啊，那个跟赤子之心两件事情。那个代表你很能吸收你生命中的智慧，而且化成了一种力量在你身上来做，远超过其他的人的，这是一种能力啊，这有什么害怕的？干嘛？我有解释错了吗？没有，我听懂你讲的。因为我心中也许我还在渴望那片我所想望的世界会存在的。我懂，考验太多了。我懂，东西超棒的。我懂，难怪他常常会被伟忠哥撩拨。他是恶人的世界。对。那我觉得也是，端哥可以在这个媒体这么混杂的环境里面，就是坚持他自己想要走的路线的一个，然后可以走这么远的一个能力了。我自己看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受到很多欲望的追逐，比如说诱惑，你现代的角度来讲，就是你会受到流量的诱惑，你会受到，譬如说你要流量，你可以接广告，然后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诱惑，然后你还是去坚持你自己相信的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真的，那个东西可能可以留比较久。那可能在短期间对你来讲不见得是好的，就是以现代的考量来讲，那你还是想要做这件事情。但在现在谈的问题更现实的一个是你也无所选择了吧？没有，我很喜欢一个例子是那个大家现在都在谈以色列嘛。对，以色列有一个总理很有名叫梅尔夫人。Meyer，OK， Meyer， 他很有智慧。拜登还当参议员的时候，
他的年轻的参议员，他去那个10月战争，那个以色列就是跟叙利亚跟埃及打10月战争的时候，那个突袭嘛，之前已经有很多迹象很危险，然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去那边拜访，然后梅尔讲了说，现在看到这个人之后，我们可能军力会怎么样？当然主要是跟美国要军援，然后反正是很多令人，拜登说他听完就觉得很忧虑，觉得战争难以避免，满脸忧虑。然后梅尔出来，梅尔烟瘾很大，抽烟，然后就跟拜登，你看起来很忧虑的，你替我们担心是吧？他说当然啊，梅尔说，我告诉你，我们以色列有一个秘密武器，你知道吗？他说什么？我们没有退路。哇，我觉得这句话道尽了今天以色列在他的整个生存中的一个，我们没有退路。我懂，对，懂那个就是一个他的国家最后的生存的，他怕什么？他那句话讲完，所有的，他不必再为一切做准备，没有退路，他不必再为任何退路做准备。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有退路吗？我的退路就是退休啊，太简单了。我觉得端哥今天刚刚讲那句话，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好做 ending 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跟他聊完一个晚上，然后我们做功课做了1-2个礼拜。哎呦，这对不起，就你要喝一下。我要说，下一些资料让我自己准备就好。没有，段哥今天要来，我们压力很大。对，不敢。然后我们做了1-2个礼拜的功课。那我一直最好奇的一件事情是，对他来说，价值这2个字意义是什么？但我后来发现，我根本不需要问他这2个字，因为它是价值本身。我其实也这样觉得。对，就他不需要透过他去定义某一些东西，但他所做的所有一切都代表他相信的价值。对，God，我自己感觉，我在这边有不用被神化的感觉。没有，千万别这样子，好吧？因为我觉得这不容易耶，这个很难，这个就是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是我婚姻维持的更不容易。就是没有我。他说他婚姻维持，没有，我在讲给我太太听了，真的是推动我家里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我太太。对，就是其实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讲了什么，是你做了什么。对，一点没错。所以你有做到，还有你没做什么也很重要。对，没做什么也代表了我们想谜语是。做了怎么就做什么都很重要某个程度上是这样啊，但不是你讲了什么就真的，就你没做什么做了什么这个事情很难，这个事情超难。而且我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其实要邀请你来上节目，我大概也是跟他讲了，前面也是1-2个礼拜。你还没有回答完整你的答案。你刚刚说为什么此刻找我来？你说是学习。我刚是突然要有什么理由学习，还是如果真有什么被学习的话，应该叫大云食堂，我常看。然后你每一次在问来宾问题的时候，我都在没有，我都在揣摩你的情绪。看得出来，我都在想，我都在想说你的问句。那你这个情绪是什么？然后你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有这样子的问句，然后我去感受你的情绪。然后我就每一次在那个，以后弄得我录影的时候心神不宁啊。其实有的时候我都常常会有一种你很开心，你今天遇到一个你很谈得来的人，那我知道你那一天的状态就是你很开心。然后有的时候呢，我要做证据。有的时候我有发现你在面对某些人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事，然后你在问问题的时候有节制。你有踩那个刹车。因为你知道你为了要保护这个人，所以你有很多问题没有问。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只是你突破了那么0.01公分，然后你如果觉得你问出来他给你的答案只有那样，那你的心里面那个感受好像就是，那你就留给观众去评断。然后你就结束在那个地方。
有我不知道啊，我反正觉得就是你采访你讲话的方式跟我一个制作人讲的蛮像的，什么？因为我们现场有好几个工作人员在一起啊。我第一个，我谢谢你的观察哦，这其实里面大家很多是鼓励，但是对我觉得我的那位制作人啊，他跟我讲的就是每次完了之后，他要负责后置，然后他也会检讨一下我，对他，讲话这个就是你讲的非常直接，检讨，我没有在检讨你，大哥。他就是跟我讲，你话太多了，别人没讲完你讲什么？那个我说我在算时间，你算时间干嘛？你有后置时间，我5分钟录太长了。那我后来慢慢从他那边学会听，我虽然知道聆听很重要，我也告诉别人访问的最基本聆听，但我自己做的好吗？经常你一个插话把人家原来可能后面很好的答案就切断了。我们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嘛。是，所以我后来慢慢懂得去听。到第二件事，他就讲为什么明明可以再往下深一点，你不去呢？我说妇人之仁吧，但妇人之仁没有歧视的意义，不要你去外骂我。我心里也自问好几次，我往下走是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我是不是在消费它？那我不想。可是消费2个字，难道你把这事情讲的有那么邪恶吗？整体这个节目本身不就是也是一种商业化的操作了？是对，大家你来做的都是一种互补嘛？你要把它想那么严重吗？那么邪恶吗？所以我自己有内心很多交战的，但是。所以到最后还是那一天，你为什么做了那个决定？那就不要再想了。你一定做那个决定，当场你一定做了一些对的事情。我很多时候做了错的事情，也许观众期待你往下更走一点，那你为什么没走下去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希望答案。我懂，我也希望。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每天都在问自己，你都要，可是你没有一次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学到了什么，然后都下次做得更好，没有这回事。对，你下次还是因为你还是会做到一些受你自己的主观因素跟当时的环境影响，还是免不了。对，我最近也有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突然讲出一些我可能没有那么直截了当会问的，不像你刚问那个你的来宾一样，你就表里不一吗？类似的，就直接的字眼。OK， 就是当你问话的时候，你变得很长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觉得我了解你，但我还是想问这个问题。OK， 至少你已经在缓和后面的问题的火药味。火药味。但你也可以直接问说，我真的想问你就是这件事情，那我会不会用这种句子？我最近用的这种句子，在我们节目里还没有播出了。OK， 然后我现在就要考虑说，到底要不要拿掉？这个有点过分。我觉得当时我对他的这个，就是我只觉得说这话意思就是，主持人其实我们永远都在做同样的犯同样的错误。你为什么可以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这么克制？我有克制什么吗？你可能没有觉得你克制什么，但你表现出来就是你的克制。我努力的想这个问题的起源，以及真正的是哪一点你觉得克制？你的具体的，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在新闻系的训练里面，就是会很多新闻伦理，或是道德，或是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但我总觉得你在这个框架里面，你试着想要去突破，但是你突破的也是非常有克制的一个极限的一个，又不够勇敢。我的解释不是不够勇敢，我是觉得你知所进退，但是我很想要知道你的进退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讲是不同年代人会有不同的进退的原因。搞不好事故2个字应该放我头上。就你总有一些你自己相信的价值，或是你自己觉得说，或许你一开始回答我们那个，我差点脱口而出跟你讲真实的答案，但我不会。比如说你一开始讲那个，你一开始讲那个东西，他刚刚差点脱口而出，他现在忍住了。你脱口而出是什么内容？我还是有偶包啊，会不会？或许我不知道，不知道啊。I don't know， I don't， 你觉得是吗 ？I don't know。那这个行业真是这个太麻烦。不是，那偶包，你觉得你为什么会有偶包？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答案呢？你是公众的，你是在荧幕上出现的，
必然的，而且自然的，不是说你去怎么跑来的，或者说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你的事业体是在那上面嘛，你是把你自己呈现给别人的，那是你的选择。但一旦选择之后，你就会希望你永远是一个比较好的一面，在社会上出现的。所以你想象中的偶像应该是用这样的样貌去。没有，我在怀疑，因为我在针对你刚刚对我的提问，我在怀疑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在潜意识里面还是给自己设下了一道防线？那个防线是保障我自己能够好好的过 present 我自己，是这样。我其实才在极度怀疑你，什么？就是我在极度怀疑你是不是很想疯狂来一下什么？那也太晚了吧？不会，你现在才如果真有的不会啊，没有，我疯狂。你觉得你的人生中有想要疯狂的 moment 吗？以前年轻的当然有，但你现在还想要疯狂？没有，完全没有。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责任感已经告诉我，疯狂是一件很无聊而麻烦的事情，而且连这个念头倒是没有。那如果伟忠哥有一个很疯狂的那个 idea， 很疯狂的 idea， 他也不会给我的，他知道我的龟毛这个讲多也没意义，浪费他时间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因为什么？我太重视前因后果啊！我觉得我大概从年轻的时候就会谈前因后果。到后来发现前因后果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理论对我，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过程。OK， 那我跟每个人的交往，可能最后也都是谈他的前因后果。我甚至对我自己生活中也在谈我的前因后果。对，所以到最后，我觉得什么事情一来，我立刻把它拆成了3部分：现在、前因跟后果。想完了，这事情已经结束，你还做个鬼啊！懂二次大战都打完了，你也太聪明了，我觉得内心就打完了，这个是打完了。我要感谢端哥今天来跟我们聊天，因为我们今天完全聊天前因后果说，对，我们今天聊天是完全没有任何目的的。可是我现在在这边的访谈，我的感受是，当我们谈到一些专业性的题目的时候，我觉得我在2位面前发挥的比较好，但谈到内心或者人性面的时候，我立刻觉得在你们手中，我觉得我很困窘，老在被挑战很多，对，然后我又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答案。但是我其实某个程度上觉得你对你自己有一个想要变成一个疯狂的，我就有一道城墙不让你攻进来。对，但是你某个程度上，你对你自己有一个疯狂的期许。我觉得端哥是这样，他有一个疯狂的因子在他身体里面，可是在他还没有踩出来之前呢，他没有要做 promise 然后他如果踩出去的时候，他只是告诉你说呀，我可以。我觉得那个就算有，已经残缺不全了。但回到我刚刚问他问题啊，你是一个害怕 commitment 的人吗？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到了，他才可以说我做到了。他不想要还没做到就讲说他未来可以做到这个，他是一个相对很保守的人。我懂。保守这个字眼，相对客气，我被用过很多了，太保守。可以理解啊，可是跟就是理解自己是不是一个疯狂的人，他没有什么冲突。我们所有的刚刚在谈论的那些东西，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可是跟我理解的我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不太一样。我是感觉这个节目真的不能做太久，做太久前面变成心理分析师了的。我觉得来你贵节目最好不要一个人来，带个伴。什么意思？我以前就有一些访谈，但谈的大家都是工作，是生活上也有包括。但今天这个第一个长度是超过我的想象，第二个从长度当中，就大家转来转去，最后能够找到一个真的可以分享的一个主题啊，也不是任何预先的规划，也超过我的想象。第三个是，对啊，真的，当你谈的时间够久了，真的会打开一些东西啊。我还没有完，最后就是戒之慎之。我们有一阵在聊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常常在聊第1个小时，有来宾都会就是很有防备的去
展现出他想要展现的样貌，然后到第二个小时，争取主导权。然后到第二个小时他就放弃了，因为他觉得他在盯在那边很累。哦，不要忘了我刚刚讲那个梅耶尔的那个，对，我别无他路啊。我应该要做这些，但其实你到底有没有相信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重要的。是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个，然后他自己都根本不相信的东西，很好玩。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我在看你的资料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就是你去采访那个柴契尔夫人，你上康熙来了的时候呢，旁边会有很多其他的主播，然后那个其他的主播说，因为小 S 他就说，如果你接到这么困难的任务，你确定你会接下来吗？如果是他就会放弃。然后其他的主播有一个主播他就说，我死都要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就在我想放弃跟我死都要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那你当时接下来的心情是什么？就是你不得不，然后你在那一天的采访的早上跟前一天你都一直在用英文对话，跟同事之间跟家人什么什么，你都是用英文在对话。你知道那个身上背负的那个好像责任啊、使命啊，还是你真的很想要接下来这个采访那个取舍到底是什么？对你人生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con 或者是一个转捩点？不知道。可是你就是当下，你就是觉得说，你就想要把这件事情担下来。可是我就在想，当时那个是一个责任还是一个欲望？其实两者都没有我觉得就是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工作。因为那个整个的过程是当时花旗银行的一个计划。OK， 那花旗银行跟台视谈定了，那需要一个人选来做执行这个后面长达将近半年的一个规划工作，那我就被挑定了，就是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对你来说，那个就是你的工作的一个环节。对，工作。可是所有的人都觉得那个是一个 icon， 你知道那个它是可以写在工作履历上面的，所以你可以很轻巧的去告诉任何一个人说，那个就是一个工作。那我应该感谢我那时候挑我的长官了，对。所以你在讲说那个机运的时候，为什么你常会说机运这两个字？你再讲出来，可能很多人都可能不信，或者是不觉得它有什么，可是很多人他是争取来的，所以我才在说，人到底是被命运推着走，还是我自己去争取？人到底的我们一生里面是被命运所某种规划好了，对，还是你应该自己去努力的就是人生有梦，我应该努力去追求我的梦，两者应该都对。都有一些答案对，但我后来我自己把这事情放的重点是，其实我觉得更根本的问题是你是谁，你的一切，你的性格，你的一切，你的动力，你是谁？那个是更根本的问题，那个问题早已经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都似乎已经注定了。我看到的例子是这样子，你说这是悲观吗？这是一种命运论的，或者是人不要努力吗？绝对不是。我只是觉得，你之所以为你自己，那就是一个天命。这个天命来自于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因素环境。对你的天命，应该每个人都有一个天命。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子，那个人之所以会做这样子的准备，或抓到那些机会。来自于他自己的一些个性，他自己一些性格喝酒。